不知大家是否還記得電影《黑客帝國》，男主角尼奧在大廳中雙持射擊的場面，構成了動作電影史上最經典的鏡頭之一。他当時手裡拿的是什么槍？那就是貝雷塔 M9。即便你完全不懂武器，也很容易一眼認出它，因為它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結構特徵，那就是它的套筒，也就是手槍上部那個往復運動的金屬殼，在頂部是完全切開的，你可以直接看到露在外面的槍管。這種結構在工程上被稱為開放式套筒，它在射擊時拋出彈殼的動作非常清晰，在慢鏡頭下極具視覺衝擊力。但在現實世界中，這款武器在美軍內部的口碑卻一塌糊塗。那麼問題來了，為什麼在尼奧手中好像無所不能的武器，在現實中的美軍士兵眼裡卻是個垃圾？海豹突擊隊在訓練中發生的碎點事故，真相到底是怎麼回事？五角大樓為了在採購中省下點經費，又給這款手槍埋下了怎樣的隱患？今天我們就從尼奧手中這支貝雷塔聊起，帶大家深度解析這款備受爭議的武器——貝雷塔 M9。大家覺得20世紀70年代末，美國軍方副武器倉庫裡應該是什麼樣子？火力軍可以告訴你，和我們想象中的規整有序不同。當時美軍倉庫中竟然擁有超過25種不同型號的手槍和轉輪手槍，這涉及到了多少種彈藥呢？答案是100多種不同的規格。這種局面帶來了什麼後果？那就是維修成本高昂，零件完全沒法通用，後勤人員氣得想給採購人員來一槍。除了內部的混亂，美軍當時還面臨着一個外部的戰略壓力，那就是北約的標準化協定。在冷戰的背景下，如果歐洲爆發戰爭，美軍必須確保和盟友之間的彈藥可以通用。但是當時的情況是，歐洲早已統一使用了9x19毫米帕拉貝魯姆彈，美國是唯一一個仍在大規模使用.45口径手槍的國家。於是為了和盟友統一彈藥規格，一個名為聯合服役小武器計劃，也就是 JSSAP 的項目正式啟動了。軍方的要求非常明確，新一代手槍必須採用9毫米口徑，必須是半自動結構，而且必須具備雙動發火機構。這裡需要解釋一個專業名詞，什麼是雙動發火？它和傳統的單動發火有什麼區別？以美軍當時裝備的 M1911手槍为例，它是單動發火。如果你想要射出第一發子彈，你必須先用大拇指手動將擊錘拨到後方，或者拉動套筒讓手槍進入待機狀態。此時扳機的作用只有一個，那就是釋放已經壓好的擊錘。它的結構雖然簡單，但在緊急情況下多了一個操作步驟。而貝雷塔92系列採用的雙動發火不同，當你扣動扳機時，機械結構會同時完成2個動作，扳機連桿會將擊錘向後拉開，繼續扣動則釋放擊錘，撞擊機針完成擊發。這對於士兵來說，在膛內有彈的情況下，不需要任何額外動作，直接扣扳機就能開火，反應速度明顯更快。既然貝雷塔 M9 符合軍方的各種要求，那麼貝雷塔 M9 進入美軍現役的過程是否一帆風順呢？答案是完全不順利。在第一輪測試中，貝雷塔的早期型號其實已經勝出了，但測試結果被美國陸軍指責為程序不公，導致整個項目在1984年被迫重啟。當時參加新一輪競爭對手有哪些呢？除了美國的科爾特和史密斯威森，還有歐洲的 FN、瓦爾特以及西格绍爾。經過多輪嚴苛的耐用性測試，最後的決戰在貝雷塔 92SBF 與西格绍爾 P226 之間展開。這2款槍的技術評價怎麼樣？根據軍方的測試記錄，2款槍的性能都非常卓越，完全滿足所有的技術指標。既然技術性能不相上下，那麼五角大樓最後憑什麼選擇了貝雷塔？答案是價格與本土化方案。根據後來公開的資料，貝雷塔給出的報價平均到每支手槍上比西格绍爾便宜了大約$1美。此外，貝雷塔還做出了一個關鍵承諾，他們在馬里蘭州建立生產工厂，實現手槍的美國本土化生產。這對於政府來說是能促進就業率的大好事，因此合同就這麼歸了貝雷塔。1985年，貝雷塔正式中標，獲得了價值約7500萬美元的出售合同。這款帶有意大利血統的手槍被正式命名為 M9。不過，对於貝雷塔 M9 來說，拿下合同僅僅是個開始，日後他還要面對無數刁難。在聊貝雷塔 M9 遇到的刁難之前，火力軍先來和大家聊聊貝雷塔 M9 的技術細節，看看這款手槍在機械構造上到底有哪些獨到之處。首先，我們來看貝雷塔92系列最核心的設計，也就是它的閉鎖機構。什麼是閉鎖機構？簡單來說，就是子彈擊發的瞬間，
槍管和套筒必須緊緊鎖在一起，防止高壓火藥燃氣向後洩漏，直到彈頭飛出槍管，壓力下降後，两者再分離並完成退壳动作。現在市面上絕大多數的半自動手槍，比如格洛克或者西格绍爾，採用的都是偏移槍管閉鎖。這種設計的特點是在套筒後座時，槍管的後端會向下傾斜，從而脫開鎖定。這種結構雖然簡單耐用，但槍管的上下跳動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射擊精度的穩定性。而貝雷塔 M9 則另闢蹊徑，它採用的是一種名為卡鐵擺動式的閉鎖機構。這種設計可以追溯到二戰時期德國瓦爾特 P38手槍。它是如何運作的呢？在槍管下方有一個可以上下活動的金屬塊，也就是卡鐵。在射擊發生時，槍管和套筒會一起向後運動一段距離，隨後卡鐵向下擺動，讓套筒繼續後座，而槍管則停在原位。這種設計最大的優勢是什麼？那就是槍管在整個射擊循環中始終保持在水平直線上，它不會發生上下偏移。由於槍管的軸線非常穩定，這就使得貝雷塔 M9 在理論和實測中都具備了極高的射擊精度，指向性也更加自然。接下來我們再來看看那個標誌性的開放式套筒。除了我們在開頭提到的視覺衝擊力，這種設計在工程上有什麼實際意義嗎？第一個作用是減重，通過切掉套筒上部的大塊金屬，可以有效降低套筒的重量。在貝雷塔看來，士兵們肯定更願意使用一款轻量化但火力不输以往的武器。第二個作用則是為了可靠性。在傳統的封閉式套筒設計中，彈殼如果沒能及時排出，很容易被卡在套筒和槍管之間。但在貝雷塔 M9 身上，炮殼窗就是整個套筒的上半部分，彈殼在排出時幾乎遇不到任何阻礙。那麼這款手槍的直面性能表現如何？從數據上看，它確實是一款強大的戰鬥武器。貝雷塔 M9 的全長為217毫米，空槍重量約為952克，它採用全金屬架構。鋁合金制造的底把配合鋼制的套筒，提供了極佳的射擊穩定性。在實驗室環境下，這款槍的表現甚至可以用驚人來形容。根據軍方的測試記錄，貝雷塔 M9 的平均故障間隔，也就是每2次故障之間的射擊發數，高達35000輪。這個數據遠超當時的同類競爭對手。從這些技術特徵來看，貝雷塔 M9 似乎是一款近乎完美的手槍。它精準、平順，且在實驗室裡表現極其可靠。那麼，為什麼這款在紙面上如此優秀的武器，在進入實際戰場後，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那些讓士兵們深惡痛絕的卡殼問題，到底是從哪裡冒出來的？第一個給 M9 帶來致命打擊的事件，發生在1987年到1988年之間。當時，美國海軍特種作戰大隊，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海豹突擊队，正在进行高強度的射擊訓練。但在訓練過程中，先後有3支 M9 手槍發生了嚴重的事故。在射擊時，手槍上部的套筒突然從中間斷成2截，後半部分在慣性的作用下直接飛向了射手的面部，導致多名海豹隊員面部重傷。這在軍隊內部引發了對於貝雷塔 M9 質量的質疑。陸軍隨後展開了深度調查，結果發現問題出在冶金工藝上。早期意大利生產的一批套筒中摻雜了微量的化學元素，這種雜質會導致金屬的脆性增加，在長期使用高壓彈藥的情況下，金屬疲勞累積到臨界點，套筒會像玻璃一樣碎裂。貝雷塔公司隨後緊急採取了補救措施，他們在套筒導軌處增加了一個加大的擊墜銷，即便套筒真的再次斷裂，它也會卡住後半部分，防止套筒飛出來傷人。雖然從機械結構上解決了傷人問題，但對於前線士兵來說，貝雷塔會飛回來打臉的。都市傳說已經根深蒂固，信任的裂痕一旦產生，就很難再彌補了。如果說套筒斷裂是個案，那麼接下來我們要聊的這個問題，則讓貝雷塔 M9 背上了一輩子的黑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士兵們頻繁投訴，手槍在沙漠環境中极其容易因為沙塵導致供弹故障。難道這又是貝雷塔的設計缺陷嗎？真相可能會讓大家大跌眼鏡。經過調查發現，造成卡殼的罪魁禍首並不是貝雷塔生產的手槍，而是五角大樓為了節省開支而採購的第三方彈匣。當時美軍沒有從貝雷塔原廠採購高品質彈匣，而是將數百萬美元的合同授予了一家第三方公司。原因很簡单，他們的報價更便宜。這些廉價彈匣採用了磷化塗層，磷化涂層表面非常粗糙，在伊拉克那種細如粉末的沙塵中，这種涂层會吸附沙塵，導致彈匣裡充滿了沙粒，導致子彈升不上來，從而引發卡殼。很多士兵為了保命，不得不自己掏錢去民間市場購買貝雷塔原廠生產的帶有平滑塗層的彈匣。雖然軍方後來採購了新的抗沙彈匣，但 M9 嬌氣一碰沙子就壞的名聲已經在成千上萬名退伍老兵口中傳開了。
說完了這些無妄之災，貝雷塔 M9 本身的一些設計，在實戰環境下也確實存在不少尷尬之處。首先是那個手動保險的位置，貝雷塔 M9 的保險桿位於套筒的兩側，對於很多射手來說，這簡直是一個災難。為什麼這麼說？大家想象一下，在激烈的交火中，你需要緊急拉動套筒上膛，你的大拇指會習慣性的捏住套筒後部往後猛拉，但在那個位置，你的手指急於誤觸到突出的保險桿，順手就把保險給關上了。結果就是，當你重新對準目標扣動扳機時，聽到的不是槍響，而是一聲咔嗒聲。在生死關頭，這個小小的設計失誤，可能就會要了士兵的命，自然不被士兵們喜歡。還有就是關於9毫米彈藥制止力的爭論。美軍士兵長期習慣了.45口径彈藥帶來的巨大的衝擊力，而在面對穿着厚重衣服9毫米全金屬背甲彈，往往會直接穿透人體，而不会在人体内部擴張。這也導致貝雷塔 M9 被賦予了穿針引線的外號，缺乏.45 ACP 那種瞬間擊倒敵人的視覺效果和心理安慰感。雖然兩者在杀傷性上其實沒有什麼區別，但是這種主觀上的不信任貫穿了 M9 的整個服役生涯。最後，火力軍還想補充一點，那就是關於美軍的武器保養問題。根據媒體的報道，很多士兵在靶場領到的 M9 已經服役了超過20年，經歷了數萬輪的射擊和無數次的野蠻使用，保養程度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種磨損情況當然不可能得到士兵們的好評。那麼，既然在軍隊裡名聲不佳，為什麼貝雷塔 92FS 在民間射擊界和好萊塢卻能長盛不衰，甚至被捧上神壇呢？如果說要選出一款最具辨識度的手槍，貝雷塔92系列絕對名列前茅。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它幾乎壟斷了好萊塢動作片的半壁江山。大家還記得《致命武器》裡的馬丁·里格斯嗎？或者是《龍威虎膽》裡在摩天大樓裡孤軍奮戰的約翰·麥克萊恩？他們手中最可靠的夥伴，無一例外都是貝雷塔。為什麼導演和道具師如此青睞這款槍？除了我們之前提到的外形優雅，它還有一個在影視拍攝中巨大的技術優勢，那就是它的開放式套筒。在電影拍攝中，演員使用的通常是空包彈。為什麼是空包彈？簡單來說就是沒有彈頭，只有火藥和彈殼的子彈。因為沒有彈頭在槍管內產生壓力，很多封閉式套筒的手槍在發射空包彈時非常容易出現派克故障。但貝雷塔的開放式套筒設計提供了一個巨大的抛壳空間，彈殼在彈出時幾乎沒有任何阻礙，這使得它極其容易改裝以配合空包彈射擊，且動作非常流暢可靠。在慢鏡頭的表現下，每一次拋殼的套筒附近都清晰可見，極具視覺衝擊力。這種在大熒幕上的高頻出鏡，直接轉化成了巨大的商業銷量。當民眾看到英雄們用15發子彈傾泻火力時，這種強烈的心理暗示讓貝雷塔 92FS 成為了民用市場的寵兒。那麼，在脫離了電影濾鏡的現實生活中，民間射手對他的評價又如何呢？與美軍士兵的抱怨截然不同，在射擊競賽界，貝雷塔92系列一直享有極高的声望，這又是為什麼呢？首先是極佳的射擊穩定性，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貝雷塔 M9 由於採用了鋁合金底把，空箱重量接近1公斤，這種全金屬的自重能極好的吸收9毫米彈產生的後坐力，讓連續射擊時的槍頭跳動更小。其次，前面提到的闭鎖機構使得槍管在射擊循環中始終保持水平直線運動，這使得它的指向性非常自然。許多射擊初學者發現，使用貝雷塔 M9 比使用更轻的手槍更容易打出精準的靶值成績，這就是它在民間市场大受歡迎的原因。當然，還有一個原因，它真的很帥。看到這裡，我們該如何評價這款手槍？它在美軍中的尷尬名聲，真的是因為它性能平庸嗎？火力軍認為，貝雷塔 M9 的名譽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一個後勤管理疏忽以及低價採購政策造成的悲劇，而非純粹的機械設計失敗。貝雷塔 M9 在美軍的挫折代表了後勤管理的教訓，那麼它在民間的傳奇則代表了工業設計的勝利。這種錯位感正是貝雷塔92系列在輕武器史上最迷人的地方。好了，關於貝雷塔 M9 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別忘了點讚關注。如果你也曾使用過這款手槍，或者對它有不同的看法，歡迎在評論區留言。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好的，各位觀眾，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款 T 恤，不僅超有態度，還堪稱性價比之王。首先，它超級輕，拿在手上輕飄飄，穿上身更是零負擔，舒服到讓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气，就像會呼吸一樣，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乾爽，徹底告別黏膩感。最關鍵的是，價格真的讓我驚掉下巴。
僅需很少的錢，你就能擁有這份清爽。質量和舒適度絕對遠超這個價位，閉着眼入都不虧，多買幾件換着穿也毫無壓力。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這種寶藏 T 恤手慢無，趕緊去搶。